其实好想奇袭。请，给你。请。老师，我只想问一下，难道我们小时候讨厌的事情都是错的吗？小时候，因为我觉得有的是非观或者有的价值观不会因为长大改变。比如说，我从小就讨厌说谎的人。啊。可是你小时候是如何辨认谎言这件事？妈妈说我不饿，这个东西给你吃，这是谎言吗？好，谢谢。你有本事别走啊！对不对？你给我5分钟，让我想起怎么回答你，再走。讲完就跑，耍帅。好，不好意思，我刚才很失败的奇袭了对方。可爱。我发现我奇袭之后，蓝票又多了。我恨你们！来，潇潇，你不要管他刚才怎么夸你啊，他那都是战术。如果我表现不好，我觉得才对不起康永哥吧。好，加油！好，你先别着急，你衣服上那是谁呀？一个摇滚乐手。现在又可以插话了是吧？哎，不要打断我啊！你又奇袭我啦，烦人。我觉得康永哥刚才说到一个词儿，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小时候都是无知的状态，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叫“无知者无畏”。我觉得小时候可能是无知的状态，可能是什么都不害怕的状态，但是慢慢长大了，我们变得怯懦了。我们开始害怕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开始害怕别人对我们的眼光，我们开始害怕自己做一些事情做不好。但是，你不觉得小时候那个无知的、无畏的那个小朋友，才是我们喜欢的那个状态吗？才是我们追求的状态吗？现在畏首畏尾的这个人，才是我们讨厌的那个人吗？然后康永哥刚才说，孩子像动物嘛。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成人更像野兽。而且康永哥说，你小朋友，你没有明辨是非，可能没有明辨是非，或者不知道如何区分好和坏。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孩子的眼睛其实是最能分辨好和坏的。相反，我们长大了，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妥协了，就像小片里面说的，我们变得喜欢阿谀奉承，慢慢的，这些其实不是像康永哥说的，是用知识改变的，其实是被环境改变的。我觉得知识可以教育一个人，但是很难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在我看来啊，我觉得环境更容易改变一个人。好，你们可以鼓掌。这道题呢？我们讨厌的人最后我们最后都会变成自己讨厌的人，是不是坏事？其实这个句子里呢，最吸引我的是4个字：最后都会。我觉得最后呢，其实是意味着这是你命运的终点，没有转折；而都呢，是意味着每个人没有例外。我特别害怕看到这样的句子，就是好像告诉我，你命中注定一定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你一定会做一件什么样的事，这件事情是我不能接受的。就好像康永哥刚刚拿我举例，说我是邪魔歪道，已经有3个名门正派，你看邪魔歪道不也成了奇葩之王吗？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一个句子里有人告诉你最后都会的话，我觉得你要小心，因为这一定是一件坏事。谁能够窥探真理？我们大家都不是上帝，所以从这个词上，我觉得，如果我们最后都会变成一个我们讨厌的人，是一件坏事。然后我想跟大家讲，最后了啊，我以前呢。最讨厌的人，之前最讨厌的人，是我的3位前辈，3位奇葩王。为什么？因为我没拿到。那为什么我今天成为了他们之后，我觉得是一件坏事呢？因为累。你讲你。
你讲得很对，真的很累。长大是一个很累的事情。不要点头，不要点头，都是坑。分人。好了，那我们轮到我们反方的2辩，来，全林老师。全林老师值得肯定，目前为止都保持了风度，特别好。我只是不太会耍无赖而已。我内心想变成耍无赖的人，我做不到。哎呦，这样显得我很卑鄙啊！我觉得这是一种技巧和能力，我没有掌握而已。这样我就容易接受了。那个，我们先讨论一下关于丧这件事情啊，能配合我一下站起来，对，把背露给大家大大的丧字。一个人怎么会变成一个丧的人呢？一个人变成一个彻底丧的人，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对所有的好心情和好事儿都讨厌。那么，如果他变成了他终将讨厌的人，这命题一转，就是他会拥有所有的好心情和好运气。一个人变成了有好心情和好运气的人，是一件坏事吗？我不理解这个事情。第二，如果我们终将都成为我们讨厌的人，这是一件坏事吗？一般辩题里不会出现绝对的肯定，比如说终将都，它代表的不是一个事实上的全部，因为没有任何选题可以说事实上的全部，它代表的是一种人在年轻时候的恐惧，每个人都有过。说等到我们长大的时候会变成那样吗？那等到你稍微年纪大了一点之后，你可能会问自己说，我现在是我年轻时候讨厌的样子吗？你会问。拿到这道选题，我就问自己了。我问来问去，我觉得我挺喜欢自己的，我不讨厌。好，那我倒回去看，我就在我的头脑里去做了一条时间隧道。咱们奇葩说4年了，这个时间隧道就4年，我穿回去，穿到4年之前，有一个4年以前的我，通过这条隧道，哗啦，看此时此刻的我，他不知道过程，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他会什么感觉？我突然觉得4年前的我，看此时此刻的我，3个字：惊、疑、恐。总之，这个我不是那一刻喜欢的。要不是他就是我的话，我必须得说挺讨厌。为什么？3个很重要的标志。第一个，每天跟人谈钱；第二个，成天跟人开会；第3件事情，穿成这样。所以你想，那我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这3件讨厌的事情。每天跟人谈钱，4年前的我为什么会讨厌这件事情呢？因为第一，我不需要想钱的事儿，在原来的平台上干活，钱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干这活，我不需要想。更重要的是，钱这事儿在当时我想了也没有用，跟我没关系。那现在呢？第一，每天跟人谈钱是我的本分，投资人嘛，就该跟人谈钱。第二，钱这事儿想了有用。所以你们看，我那会儿讨厌钱吗？我不讨厌钱，我只是讨厌谈了钱而没有用，我讨厌谈钱。因此，我变成了我讨厌的那个人吗？没有，我原本就是那样的一个人。长大只是让我发现了自己而已，而发现自己不能是一件坏事吧。第二种情况，开会。我原来真心讨厌开会，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自驱动的、干活利索的人，为什么要在一个会议上浪费2/3的时间，听那些跟我毫无关系的事情？我极其讨厌。但是回到现在，我为什么热爱开会呢？因为我作为领导，我一个人要面对好多人，开会就是最节省我的时间、
最有效率的事情。所以好，4年前和4年之后，什么改变了？位置改变。你突然会发现，位置改变了之后，一个人好坏的标准是会改变的。如果好坏的标准改变了，谈什么是一件坏事儿呢？就是标准变了。第3件事情，我穿成这样，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说，无论是跟人谈钱还是开会，是我主动求变，而有很多的变，似乎是被迫的，被环境、被别人逼成了那样。但穿成这样，我也是被迫的。那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成年人世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叫做只要你想得到什么，都是有代价的。我想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喜欢，这就是代价的一部分。这就是成年世界的标准。就好比说，你拿2块钱去买了一个苹果，苹果很好吃，你很喜欢，但你钱包里一定会少2块钱。你不能一边吃着苹果，一边拿出钱包说，少2块钱，我们的钱包里终将少到2块钱，这是一件坏事啊。这个逻辑不通啊，我不能接受。还有，如果4年前看今天，我会觉得这个女人在这样一个舞台上胡说八道，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事情。但是我今天要站在这里，别说4年了，就是这一季奇葩说，我得说，我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为什么呢？我们拿一个简单的事情来说，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在坚决捍卫这个社会多元观点的人。在我原来的工作里，在我长期的人生观当中，我都这么想。但是到了奇葩说之后，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有改变的。在我捍卫多元观点的原本的我其实捍卫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叫做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捍卫你的存在。其实暗地里隐藏了一句话，叫做跟我不一样的人，我不用看得上。我捍卫你的存在，但我不用看得上。好，所以我来的时候抱着一种这样的心情，叫做我是带着海量的数据和事实，带着明确的逻辑和真理，我希望能够说服你们。如果不能说服你们，至少让你们听见。我带着这么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的，我觉得说特别重要。但是一季奇葩说之后，我觉得听才重要。我把我心里的那个强大的想说服你们的心完全的放下了。特别是最后2场的时候，我心里没有藏着任何我的观点，我等着你们给我惊喜，这样翻过来，那样翻过去。所以我现在这个多元观点叫做，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欣赏你的价值。4年前的我，通过时光隧道看现在的我，也许会充满了不理解和不喜欢。4年后的我，通过这条时光隧道去看4年前的我，我理解。而且我特别感谢一件事情，就是那会儿的我，可能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但是我保留了一个特别珍贵的事情，叫做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如果我一个40几岁的人，还在允许自己不断地变成其他人，那你们为什么那么着急，就去确定什么是讨厌的事情？讲得那么好，然后他跟我们说听最重要。老师，我跟你说，我就是一直带着听最重要的心，结果他们跟我说要你毛用。谁说的？我听了1季，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开心。议长大人啊，我们可不可以自己骑自己？因为小朋友们都刚刚放了狠话之后，
要让我们腹背受敌，结果大家都这么乖，我们觉得很尴尬哎我。要反驳啦！我要反驳啦！ OK， 就当奇袭嘛，好不好？呃然后拿出奇袭的本事来对他。哎，他现在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导师们呢，就是有一种感觉，就觉得如果你们啊，就一定要真正一直都是属于这种特别乖巧的辩论方法，就显得他们特别不是人。要求我奇袭，这种要求我真是头一次听过。有请全林老师。全老师啊，你说你现在更会听了，更能理解别人了，更欣赏多元的价值观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那等于你成为很多人吗？你更能理解一个人，等于你就成为了这个人吗？不能啊。对对所以您讲的理解、开放、包容，都是指我允许别人成为我最讨厌的人，甚至我不再讨厌他，但不等于我成为我最讨厌的人。不是的，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思想实验当中，是4年前的我看现在的我，会觉得挺讨厌的。而我们这道题的本真在于，这是年轻时候对未来的恐惧。我回过头去看，其实没那么讨厌。其实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没那么讨厌的时候，你才能成为这样的人。你自己也不能一边讨厌着自己，一边成为那样的人，是吗？讨厌是以前，讨厌以后的恐惧，而不是现在讨厌现在的自己。好的，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其实没太听懂。我会在陈词的时候解释这件事，我会在陈词的时候解释这件事。好，来，我们欢迎薇薇来。其实刚才我奇袭全林老师那个点啊，可能康永哥和何老师都觉得，哎，我咋没太听懂？你干嘛非要问这个呢？理解了、包容了，你不就成为了你最讨厌的人，还接受了他吗？不是，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叫做我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我尊重你的选择。刚才全林老师也提到了，我没有同意你，但是我认可了你的价值。所以全林老师全篇的论述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人长大了会变得很包容。废话。为什么这是一句废话啊？有的人越老越不包容。因为人长大了会变得很包容，不等于你愿意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因为你再包容也会有你讨厌的人，并且你不愿意承认他。我现在知道一个人如果他对面是什么感觉啊？我可不可以回到那边去？如果一个人能包容自己讨厌的人，那他爱的人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来解决一下康永哥说的事情，人性战胜动物性，那意味着什么呢？人性必然是好的，动物性必然是坏的。好，那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心里都觉得自己是人嘛，对不对？但人性都是好的吗？人会阿谀奉承，动物会吗？人会说谎，动物会吗？人会残杀同类，不为了饱腹，我仅仅喜欢杀本身，动物会吗？人性未必都是好的，人性不是纯善的，人性到底本恶还是本善，没人知道呢。现在这件事儿，所以动物性输给了人性这件事儿到底是好是坏事儿也不知道啊。所以只能说你长大之后判断跟小时候不同了，但不能说你长大后的判断就一定是对的，小时候的判断就一定是错的。好，所以我们已经解决了刚才对方辩友所说的那些问题。对方辩友所说的问题其实都有逻辑问题，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支持他们？因为令人感动啊！我们要长大呀，我们要接纳呀，这些都是对的价值观，但是跟本辩题都是无关的呀。现在我来论证一下我们方辩题。你想想，一个人原来很讨厌另外一个人，后来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为了他最讨厌的那个人，这个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吧？你没有想过这个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吧？比如说，我最讨厌有话不直说的人，忽然有一天我变得说话特别婉约了，你们会不会觉得我私底下被谁教训过了？是吧？比如说，你是个特别懒惰的人，你本来就想随便找份工作，过个平平安安的小日子就算了，忽然有一天你去创业，过得贼振作，每天都不睡觉，会不会是你们的家庭发生什么变故了？
又或者说，你从小到大最讨厌那种巧言令色的人，忽然不知道哪一天你就变成公司里的马屁狂魔了。这会不会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些让你委屈、让你不服、让你咬牙跺脚说老娘豁出去了的事儿？请问这中间发生的事儿会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啊，会是坏事儿，会是坏事儿。你知道我们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所以刚才康永哥有句话我很同意，成长不是好事儿啊。所以你们说的成长，你们说的变化，你们说的包容，都不是好事儿啊。明白吗？人为什么会成长啊？因为当个小娃娃怎么样啦？不行了，没有人愿意抱你了，没有人为你找食儿了，这个时候你就会逼自己长大吧。如果没有外界的压力，谁不想永远当个天真的孩子呀？所以长大是一件被迫的事情，而被迫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儿？不是。但很多人，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说，不是啊，可是我变得更成熟了。那你就要论证，成熟也是一件好事儿啊。可是成熟是一件好事吗？成熟只是一件让我活下去的事儿而已啊。我们再接着想一个问题，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快速长大的社会，一个能让你变成你最讨厌的人你还得甘之如饴的社会，到底是一个好的社会还是一个坏的社会呢？我觉得索马里的孩子，战乱地区的孩子，他们长大最快。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图片，就是小小年纪7、8岁就拎起了枪，10来岁就已经上过战场杀过人了，他们成长的最快，他们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被屠杀的人最后变成了屠杀者。但是这种是因为社会的问题吧？你能说他们所存在的社会是一个好的社会吗？不是吧？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让每一个人都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都应该让每一个人去做自己有兴趣的工作，也应该让每个人长成自己一开始小时候做梦就说我要当科学家的那个样子，而不应该由生活将他们不断的琢磨。如果这个社会在建造的是一个又一个螺丝钉，而不是人本身的话，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社会是好的社会还是坏的社会呢？而如果逼着你变成最讨厌的社会是一个坏的社会，你凭什么会觉得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是一件好事儿呢？很多人说，我还是觉得，因为社会这样教育你，对，因为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把生活改变，我们最终都会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如果有一件事儿你最终要去做，你不得不去做，请问你催眠自己，这是件好事儿还是件坏事儿？你当然催眠自己是一件好事儿了，这是对方的整个逻辑啊！你总要长大的，你总要成熟的，你总会被社会改变的。如果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儿，你知道他们的潜台词是什么？你还该怎么活下去啊，孩子？所以，我10000个理解对方，我10000个理解对方，甚至我们在进行价值倡导的时候，我会提对方那样。为什么？因为生活的重担把你压弯，因为生活的刻刀将你雕琢，因为生活的潮水向你压来，你会理解那些在海底沉睡的人，他们的不得已，你会成为他们的一员。那个时候，我允许你自我催眠说睡在海里挺好的。可是，如果你还有一丝清醒，如果你还有一丝勇气，如果有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跟生活磕1秒钟，我建议你想一想，这是件坏事儿。也许我们可以抗争一下。好，因为大家都很守规矩，所以我决定守规矩。议长大人，我可以提他吗？
OK， 好，好来，哦，小事情。刚才你讲到说，当天下的小朋友都说我要做一个科学家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让他们长大之后可以自由地发挥天性，而成为一个科学家的世界？我有听到这句话，我有没有听错？不一定每一个小朋友都说要科学家，但是他们一开始立下的誓愿，就算改变，也是因为他们的喜好变迁而改变，而不是因为这个社会说呸你不配而改变。你觉得有多少小朋友小时候说过我要当消防员或者太空人？我觉得蛮多的。对，他们后来没有当消防员跟太空人，是因为这个社会给了他一个耳光，说呸你不配，还是因为他比较认识自己了？我觉得很多真的是社会给了他耳光，告诉他你不配。当消防员是这样的，你知道考消防员有多难吗？是。我知道当太空人也非常难，所以要经过很多的考验。所以很多小时候我们之所以许愿，我们将来要当太空人或者是消防员，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在看某一本书，或者我听说了某一个故事，而不是因为我对我自己很有认知才许了这样的愿望吧。不是，其实人被迫认知到自己的无能，恰恰是命运的残酷。你给了我这样的梦想，你却没有给我这样梦想的能力，所以不是社会赏了他一个耳光，是命运告诉他你就是做不到。所以我的整体立论是2层的：第一层，社会是无情的；第2层，命运是无情的。无情不表示是坏事，对吧？不，如果你生活在无情的社会和命运之中，就是一件坏事。我的立论比秋晨更悲观，我觉得人成长就是一件坏事。我认为无情不是坏事，我认为虚假的滥情，给别人虚妄的想象，那才是坏事。谢谢。不是说好的是表演赛？马东老师，我觉得显得我们前一段好轻浮。马东，你表演，我们赛。来，欢迎马东。我决定跟你们好好相处，所以你们也不会打断我，对吧？分人。好，这样。马薇我就不说了，因为省得他奇袭我。我给自己留点活路。秋晨，你不要说话啊。秋晨刚才告诉我们说，秋晨刚才告诉我们说，马薇帮我奇袭他。说你们的立论是不是一件坏事嘛？对不对？他有一句话，他说是一件坏事，你就我们是一件坏事，你们你们不要说话。你说反了。没有，我说反了才需要你不要说话。是这样的，他刚才说了一句话，全场鼓掌，我也没听明白。他说，如果不那样，你就成了别的人。对，这事儿特奇怪，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小时候讨厌那样子，后来你那样子了，你就成了别的人吗？我小时候就讨厌胖。我特别讨厌胖，但我还是我，这才是悲剧。我要是能成为别的人，就没这么悲惨。让我们听到了一个故事，就是考古学家发现了曹操墓，里面有2个棺材，一个是成年人，一个是小朋友。人们问小朋友是谁，考古学家说那是小时候的曹操。什么鬼？不对，曹操墓里只埋了1个曹操。对不对？对。所以无论你变成什么样，你还是你。潇潇跟我们说，他喜欢无知者的无畏，因为那是他少年时候。不是的，我们真正喜欢的是潇潇这样的，有知依然无畏。
他这种瞎话都说得出口啊！好，我只是在潇潇有知这件事撒了谎，他的无畏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刚才你们聊的事儿。我们题目是什么来着？我们题目是我们终将成为我们自己讨厌的人，是一件坏事吗？我们说不是一件坏事，这是咱们的立场吧？我来说说讨厌啊，就这道题目为什么不是我们都终将成为我们憎恨的人，是一件好事吗？你不会想这个问题。你终将成为你讨厌的人是网上流传的一句话，因为它触发了每一个人的思考。但为什么我们终将成为我们憎恨的人是一件好事吗？这句话没有流传开，因为不需要。我们终将成为与自己不共戴天的人是一件好事吗？你不用问，你直接看病就行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终将成为我们讨厌的人会触动大家，是因为它存在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大。我们老说讨厌，讨厌。什么是讨厌？我说的是讨厌，潇潇说的是讨厌。讨厌啊！我跟你讲，讨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什么意思？我人生当中啊，你们看我这么随和，我人生当中没有讨厌过任何类型的人，真的。我一生只讨厌一种人，就是长得帅的。他们太讨厌了，为什么？因为无论你有其他任何优点，我都可以努力。比如你说你有钱，我也可以挣啊。然后你有才华，我也可以学呀。我就算学不到像高晓松那样，但是我看看他那张脸，我会说报应。对吗？人家不在你歧视他。对呀，你这其实他都没法回应。但只有一种人是真讨厌，就是长得帅。你拿他没办法，而且追不上。我只讨厌这种人，但是我说我讨厌那个的时候，是我达不到，对吗？你在你单位里面，你讨厌心机，你会不会有一点是达不到啊？因为你达不到他所得的好处。你讨厌绿茶，你这时候往你的左手右手看一看，有没有绿茶？所以，如果讨厌这个词儿有这么多不同的情景和情境，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局限在这个立论里呢？我们审视过讨厌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吗？我们审视过讨厌随着时间变化也会变吗？所以讨厌，你嘴里的讨厌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道题目叫什么来着？终将成为。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我听罗振宇老师的得到中间有一个薛兆丰的经济学讲座，特别浅白，却又很深刻。他讲到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经济学研究的是事与愿违的学问。为什么？因为事与愿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心理预期。因为我们希望
好人有好报，我们希望坏人受惩罚，我们希望犯罪的人被抓到，但世界不完全这样，所以我们所有人心里面对于事与愿违有一种巨大的惯性。我们会发现事与愿违是一件天理难容的事儿，但很可惜，经济学告诉我们，天下发生的事与愿违的事儿太多了。谢兆丰老师底下留言里面讲到一个例子，英国殖民印度期间，眼镜蛇太多，毒蛇，所以他们要把眼镜蛇干掉或者数量降下来，就悬赏，谁杀的眼镜蛇多，就给谁奖励。一条蛇，比如说卖多少钱，就你可以政府来收购。结果是什么？眼镜蛇更多了，为什么？因为家家都在养眼镜蛇。所以这就是一个政策出现的时候所得到的结果是事与愿违的。所以整个这道题其实是一个事与愿符还是事与愿违的话题。你只能站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去想象这个话题，你没有办法去跨越，或者你可以想象跨越，那个时候你必将遇到讨厌是什么，我会是谁，我永远这样吗？因为那时候你站在了时间的长河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看待这道题目。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即便你变成了你讨厌的人，你还可能会接着变。马薇薇刚才问孩子啊，你怎么活下去啊？活这个字儿是3点水旁的，它是流动的。什么叫活着？就是你还会变化。我从小就喜欢《红楼梦》。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告诉我们，《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扯，怎么可能呢？它名字都叫《红楼梦》，它不因为写油盐酱醋和家长里短，它就是现实主义作品。曹雪芹在整部《红楼梦》里最喜欢的是什么人？姑娘，对吗？他最讨厌的是什么？婆子。所以姑娘要写死，因为只要她还活着，她就会变成婆子。贾宝玉喝多了，走进了一个房间，发现了一副对联儿：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好多人都知道。他说我不在这屋待着，俗气，我要睡秦可卿那屋。我怀疑他一直就是想睡那屋，只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但是为什么这句何必讲呢？你就忍不住要讲这件事。但是为什么他会讨厌世事洞明皆学问呢？因为这就是《红楼梦》的价值观，它是人生的一个片段，因为它把这个片段淋漓尽致地展现，所以它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有一个好消息，你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世事洞明，却不以世故待人，你能活下去。以上。来，执中。上场。好，来，我先讲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讨论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厌的所有东西，大家都谈的都很轻。哦，讨厌什么呢？讨厌胖，讨厌满口钱。刚才马老师说讨厌帅，马老师还特别把这个讲出来，就是把讨厌的东西他都讲得很轻，他还特别做个区隔，讨厌跟憎恨不一样。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怕我们讲很重的东西，对不对？他怕我们讲真正很重的东西，他在做一个防线，额外在做的第二条防线叫什么呢？憎恨跟讨厌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讨厌的这些事情真的可能会发生，可能性很大，咱们才讨论；那种不可能的，不讨论。我讲一些可能会发生的，我们也讨厌的，而没有那么轻的。家庭暴力，对不对？小时候看父亲打母亲，说我以后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这个是讨厌。长大了以后，家庭暴力的这种轮回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很有可能会发生，并不是危言耸听。多年媳妇熬成婆，我当媳妇的时候，受婆婆折磨，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也是人家的女儿。长大以后，熬成婆了。这种事情有没有发生？常常发生。重男轻女，很有趣的，重男轻女里头的受害者是什么？是女生。可是当她长大了以后，好多重男轻女的都是妈妈，是婆婆。他们活成了自己当年最讨厌的人，而我搜寻刚才前面所有老师所讲的话语里，我找不到什么话能够帮他们辩护。你要告诉我什么呢？因为你当年讨厌错了，人是矛盾的，青春无知，你长大了，标准会改变嘛。这是得到一些东西的代价。哦，你发现了你自己，你要用哪一句来为他们辩护？还没完，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他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我们看过历史书，受压迫者一反身就可以是压迫别人的民族，对不对？受侵略者一转身，他就可以侵略别人。我们要告诉你的，不是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是一件坏事，它比坏事更糟糕，它是一个悲剧，它是一个悲剧，是一个关于人的悲剧。人有什么特色？刚才马维已经提了前半段，我帮他接后半段。人是一个必须心安理得的物种，所以我们非常善于将自我的处境合理化。事实上，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干这件事情。一件东西，无论你有多讨厌，只要你对它无能力改变，那么久而久之，你为了摆脱心中那种无力感，你为了希望每天晚上睡觉能够心安理得，你就会试着说服自己，这没那么糟，这没有那么糟。不好意思，我讲接下来这句会很重很重，只是因为我心里很想讲。有些受侵害的女孩子，她为了让自己不要让自己相信这是侵犯，她会告诉你，我其实是爱上了对方。哦，是这个吗？人自我合理化处境的能力就是可以这么强大，这是悲剧，自己写就的悲剧。因为我不这样想，就像前面说的，我晚上睡不着觉，我会自责，我会觉得自己变坏了。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我避开这一切的情绪？有，只要让我相信我没有变坏，我没有变糟，我就可以摆脱这一切。而刚才1到3遍都在提供这种方法，对不对？
都在提供这种方法。可这个方法有没有穷尽？有没有极限？有。我们刚才举的某些例子，让你听到说，我真的很难在为这种事情洗地的时候，你就可以意识到你碰到了那个极限。在不碰到极限之前，你就会想，对呀，是一场误会嘛。这就是第一种自我写就的悲剧。而第二个，它还是一种轮回的悲剧。悲剧最悲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悲剧会制造悲剧。这个悲剧不会停的，它不会在某一代人身上停，也不会在某一个人身上停。你知道，《笑傲江湖》，不好意思，我超爱讲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有一段，他讲的是人我行。人我行，东方不败，对不对？两个人不用我讲，人我行就骂这个东方不败，说东方不败这个地方作威作福。折辱老弟兄，对不对啊？这个王八蛋，他找了人啊，认为这个令狐冲啊什么什么的，把东方不败干掉之后，他再次成为了日月神教的教主。小说上怎么写？教众纷纷来对帮主呢新的教主磕头跪拜。任我行马上站起来说不必多礼。刚站起来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以前在教众当中是以兄弟相称，无非抱手啊一拱手，不用跪拜。可是刚站起来，想到当年东方不败篡我教位，无非是怎么样，无威不足以服众。想来是我过去对人太过仁厚所致，所以讲到一半就坐下来，那一跪他受了。后来教众再纷纷跪拜的时候，站都不站起来了。令狐冲那时候呢，已经退到门口，隔着远远的看着人我行接受教众一批一批的跪拜，他心里问什么？这上头坐的是东方不败还是人我行？有什么区别？人我行，他找到了解释这不是坏事的理由，他就坐下了。你们努力也找得到，对不对？我还喜欢蝙蝠侠。蝙蝠侠有一个特色，在所有超级英雄里，他是极少数不杀人的。他不杀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是暴力的受害者。啊，我们都知道蝙蝠侠怎么来的，砰砰两声。所以蝙蝠侠不杀人，他不要变成自己最痛恨的人。他可以私刑，他可以成为一个暗夜的执行正义者，他可以去监听，他有最后一点点，因为他所干的所有事情跟坏人几乎没差别的时候，他有最后一点点说区分我跟你，我不杀人，我没有变成我最讨厌的人，我不杀人。小丑说什么？小丑杀人。在《黑暗骑士》的这部电影里头，小丑说：“来，杀了我，对不对？杀了我，因为我要跟你证明，你跟我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躲在面具之下的那个扭曲者。我们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都不择手段。只是我不择手段的是做坏事，你只是不择手段的在干一件你以为的好事。”他说：“我不一样，我不杀人。不，来，你能够到什么极限不杀人？我把好几百个人绑架在游艇上，只有我能救他们的时候，你只要杀了我，他们就能救。杀不杀人？杀不杀人？”他一直在逼他这一点。我相信，蝙蝠侠杀完小丑之后，他也一定可以找到怎么样心安理得的理由，对不对？太好找了，对不对？可是呢，然后呢？接下来的日复一日的每一天，蝙蝠侠怎么看自己呢？他没杀人，这是他唯一的差别。我相信在蝙蝠侠心中有一个最后的恐惧，就是也许我跨过这条线之后，在某个暗巷，我为了阻止犯罪，
小丑跟小丑女砰砰2声打死之后，旁边有个小孩，他看到我不能让任何的事情轮回。所以我们会鼓励谁？我们会推崇谁？我们会推崇的不是那种觉得算了嘛，这不过就是人生，对不对？算了嘛，这不过就是成长，所以呢无所谓，我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我就跟着轮回一起走。不，我们推崇的是跳出轮回的人。当黑人欺压白人的时候，黑人的民权领袖带着黑人起来。当你掌握权力之后，他们说那现在轮我们欺负白人了吧？我们有权，而且呢，以道理来说，我们也很有正当性。他说不行，我们不干同样的事。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搞不好黑人弟兄都不会原谅你，对不对？以前他们欺负我们这么狠，你现在要我们放下来，不行。而这个人才伟大，对不对？而再然后呢，这个悲剧还是荒谬的。什么叫荒谬的？刚才前面的几位他们在讲悲剧的时候，他们用了一个技巧，叫做搞不好你小时候讨厌错人了，对不对？他们的说法叫做我讨厌错人了，我的讨厌是会变化的，我有朝一日是会发现我自己的。想想一件事，你讨厌一个人，你憎恨他，你不爽他，然后你长大发觉我当年讨厌错人了，跟自己取得了大和解，你以为这完事了？人家是不是很倒霉？对不对？我白受你讨厌这么多年了。你想想看，比如说，如果今天张老师，你就是最讨厌某些做摇滚的人，讨厌过很多年之后，你终于发现人家当年没有错，是我讨厌错了。于是你跟自己取得了大和解，他呢，他在等着新一任的张老师继续讨厌他。我们的讨厌难道没有外部效应的吗？我们的讨厌不会让某一个人心碎，我们所发出来的某一个讨厌的文字，某个抱怨，我们在旁边跟人家碎碎低语的时候，我们的讨厌不会伤人吗？然后现在你说不好意思，讨厌错了，不过这不是件坏事啦，我至少找到我自己了。他呢？所以也许你之后发现当年讨厌错人了，你就欠他一个道歉。可是你来得及跟他道歉吗？来不及了，对不对？事情也过了，对不对？伤害也造成了，对不对？那你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认知到这是一件坏事。不要这么轻易的原谅自己。人是善于自我合理化的，人是善于原谅自己的，人是善于轮回的动物，而这一切就叫做悲剧。你知道悲剧最悲的是什么吗？如果对我而言，什么叫一件坏事？一件坏事最糟糕的，不是这件坏事被做成了，而是他居然取得了好事的名义。一个坏蛋，我小时候以为他们最大的胜利是打败了好人，不对，坏蛋最大的胜利是他居然自居为好人。这件事情到底错在哪里？错在你把一个悲剧，为了你的心安理得，逼着把它当成喜剧看。你看着自己的改变，看着自己的媳妇，看着自己现在的老婆，看着曾经的伤害，你看着看着，笑着笑着，觉得这应该是个喜剧啊，这不是坏事啊，我只是找到我自己了。你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为什么会哭呢？一定是因为这个喜剧太好笑了，对不对？一定是因为它太好笑了。好爱演啊！真的好爱演哦！对啊。不奇袭吗？我没有觉得多争取2分钟时间吗？没有要奇袭，我想跟议长告状。你说他是笑面虎，因为我刚刚在他那边演讲的时候，我每次看到他，他都笑着点头说，然后他就把我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反复。
他笑的时候是这样的，手一直在。我现在知道你们吃他的亏是什么感觉了。我们错在把一场非常其实是高手过招的辩论，我们误以为是其乐融融的表演赛。你发现没有？他把我们的悲剧当成是喜剧。是他把我们的喜剧当作悲剧，我们显得更悲剧。哎呀，好，笑得都落下泪了。现在回想起来，康永哥刚才还特别走到执中身边，显得好傻。好，最后是罗老师的发言，他的位置很重要，您去哪儿说？我就站在我的位置上。哦，刚才在我们那个休息室里，我问马东，我说如果对奇葩说好，这场我们应该输还是应该赢？他说导师阵营应该输。然后我说好了，心里有数了。但是这是真话，因为我也听到了，我在旁边也听到了。然后马东跟了一句：“不要输得太难看。”哎呀，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先请教一个问题：执中老师是第几届奇葩王？第三届。第三届。幸福。刚才奇葩说第3届奇葩王指责我方一个问题：你们避重就轻，说什么帅，说什么自己的一点意念的变化，说真正的那些最可怕的事情，家庭暴力，自己从一个屠龙的小孩变成一条恶龙。好，我们不妨把执中老师的这个逻辑接着往下推。我们借用张泉灵的那个时光隧道，10年后，我发现罗胖罗振宇在深牢大狱，妻离子散，堕落不堪。我变了，这能是一件好事吗？第3届奇葩王把我方推到了这样一个境地，他在讨论堕落。我以为他把你推进大牢呢。过瘾了吧？这足够不避重就轻了吧？但是江湖名门正派的缺陷就在这儿，它不如邪魔外道的地方就在这儿。贵方便有新晋奇葩王，给你上了一课。他告诉你，本辩题最重要的4个字是什么？叫都会变成。哇终将变成。所以，个别发生的，不是全称判断的堕落，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我们要讨论的是每个人身上都要发生的事儿。你会有家庭暴力吗？没有。你会变成恶龙吗？不，我说没有的意思是我没有。你会自我合理化所有你的劣迹吗？会。我相信你不会。所以特别怕他说你所知道。奇葩说这个节目正在变化，恭喜你新晋奇葩王，你找到了本场辩论的要点。我知道，我知道。马薇薇小姐是第几届奇葩王？第一届。第1届。不好意思，你也输给了她。马薇薇在讲一个问题，她这一刀真的是致命啊！她说所有成长都不是好事儿，那怎么变？不好意思，这也不是本话题。因为成长是一个什么过程？
是一个种子，所有包含的信息逐步展开的过程。当一个花朵说“我喜欢盛开，我讨厌凋零”，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取决于你自己的价值观。你讨厌你自己，你跟谁都说不着。比如说，我喜欢很帅，我喜欢不胖，我喜欢不死，我讨厌死。这就是你自己啊！你从一个种子包含了所有的逻辑，只不过在时光中你逐步展开而已。你喜欢成长还是不喜欢成长，见仁见智。这种话题，你懂的。老司机，这种话题是不会放到辩论赛当中的。所以今天很不幸啊，需要一个结辩的人来正本清源。我们在讨论什么？这个题目在讨论什么？3个条件。第一，我们正在讨厌的事儿。第二，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事儿，没有人逃得掉哦。不是什么堕落，有人不堕落的哦。第三，不是什么我从价值观判断我就说成长很坏，不是，是每一个人身上会不一样，程度不一样，方式不一样，会出现的这个结果，这叫终将发生的。我再重复一遍啊，是一件你讨厌的事儿，是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事儿，是每个人发生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样的事儿。这个事儿我们通常称之为叫成长，无一例外。请注意，我不是在使用辩论技巧，把本辩题转化为一个褒义词，来试图暗度陈仓。成长还能是坏事吗？对，成长有可能无是无非，不好不坏。比如说，在大多数人身上都会发生，年岁越大，你的口味就越重。年轻的时候爱喝糖水，年老的时候爱喝酒精，没好没坏，这也是成长。所以成长的本质不是提高，不是向好，成长的本质是变得复杂。成长的本质是变得更复杂，复杂嘛，当然就掺杂进来一些你原来不喜欢、不讨厌的东西，很讨厌的东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个人是怎么成长的。我们自小读书明理，我们自小做作业、听老师的话，我们和挚爱的亲人生活在一起。这个过程大概有10几年，这是人类这个物种非常独特的一个阶段。你从来没有见过动物有所谓青少年时代，对吧？人类有幼态持续，为什么？就是要给你一个很长时间的教育期，完成什么任务？完成你主观世界的建立的任务。基本上你走进世界之前，你当一个年轻人之前，什么叫是非，什么叫善恶，全部这些词儿你全有了。一个像蹦蹦这样的小女孩哪儿呢？参加奇葩说没有任何问题，所有的词汇她全会。更年轻的女孩也可以，主观世界建立完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在跟年轻人说话的时候，很快会陷入叫理屈词穷的状态。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主观世界能描述的更多东西，但是我知道你不对，所以老人到最后只能颤巍巍地说：“你活到我这岁数，你就懂了。主观世界是完整的了，是非善恶，对方辩友刚才坚持的一切，在你走进社会之前全部坚持。然后呢？然后有一个词儿来了，叫成长。成长的过程是什么？
请注意，下面这句话特别重要。今天我就是变输了，这句话也重要。成长，就是你主观世界遇到客观世界之间的那条沟，你掉进去了叫挫折，爬出来了叫成长。我们再来定义一下成长。成长就是遇到一件事儿，你无法接纳，然后你哐，整个心理人格碎掉，整个自己碎掉，然后把那个你原来讨厌的东西，你看看，这个时候你做2个选择。第一选择，啪扔掉，重建；第2个选择，放进来，重建。第2种叫成长，第1种是不成长。认知在变化，但是有一个词儿叫灰度认知，黑白决策。今天各位，不管现在你们对这个话题心中有多少犹疑，一会儿你们是要拍下啪啪钮的，那是黑白决策。对，我们每一次自己碎掉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个选择：我要不要把那个我不喜欢、让我碎掉的东西放进来？有的人选择不放进来。好，你碎掉，然后你有2件事要做：第一，自己觉得很可怜；第2，向周围所有的人讨要怜悯，然后可以重建。不怪我，他把我弄碎了。你看我哭了，你们递纸巾吧，2排的。OK， 可以，很多人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总有一种人会另外一种做法。我碎掉，然后迅速的把那个让我击碎我的东西放到自己身体里，然后重建。今天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我没有参加第4季奇葩说之前，我是奇葩说的一个怎么说呢，真的叫脑残粉。真的是每次只要上线，我会守在电脑前看。为什么？因为我要享受如此高速的、高频度的自我的破碎和重建。这是《奇葩说》这个节目给中国这个时代带来的一个伟大的馈赠。不管对一个辩题，我刚开始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所有的奇葩一定会讲出我没有预设过的角度，一定会让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在过程中发生一些犹疑，那些我不喜欢的、我讨厌的那些角度，最终有的会进到我的身体。这就是这个节目我作为粉丝我对他的看法。每天晚上我守在电脑前，我公布唐娟，我一定会多重建几次。成长的速度在《奇葩说》这个节目面前，我是惊人的。第4季《奇葩说》，我来到现场，我进来的第1天我就碎了，当然我也特别容易碎哈。就是我发现，我平时在生活中还算是一个会开玩笑的人，但是我到了这儿，我跟一傻子一样。面对蔡康永、面对高晓松和马东这样特别会应激作答、会开玩笑的人，我就像一个傻子。当然，我也不是娱乐圈里的人，请来的男神和女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跟别人开的玩笑分寸是怎样的。在座的各位奇葩都知道，表现稍微失常，在微博上你们享受的待遇是什么？我那一天就碎掉了。怎样？把钱退给马东，然后撤掉吗？不会的，钱已经花了。
机会退的。那当然，我还有第二个办法，就是马东、蔡康永、何炅都是流氓，我正人君子，我当然要不苟言笑，我不参与他们这么低劣的讨论。然后在奇葩这儿得不到任何同情，回自己公司啊，我是老板，随便叫进一个人来说，讨不讨厌马东？这是第二个办法。但是没办法，我这么优秀的人只能采取第三个办法，就是我碎了。什么让我碎的？我看一眼，那个我不熟悉的东西，我讨厌的东西，让我难受的东西，摊在一地，每一场都不一样。那个东西，我会临走，音乐结束，站起身形，我用一双大家看不见的手。趴在地上，把那些东西摞起来，装到自己身体里。这就是你讨厌自己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成长的真实过程。你说，你选，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哎呦，好。一季节目结束总得来句鸡汤。去年去世的歌手雷昂纳多·科恩说：“万物皆有裂痕。”那又怎样？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好高级！没想到您一个知识分子也这么煽情。罗老师，您拿手脸碎片的时候，我后面拿簸箕在吃。我咪咪碎，但我好开心。好，其实两边今天虽然是打着嘻嘻哈哈的表演赛的旗号，但是依然贡献了非常多高级的、让我们碎片化的观点。谢谢你们。所以，因为是表演赛，所以我们的赛制非常的简单，也没有什么结论，也没有第二排，没什么。观众们直接来锁票。来，各位，如果更加喜欢我们4届奇葩之王的表现，按红键；喜欢导师们的表现，按蓝键。各位，请选择。3、2、1，停。好，先不揭晓结果，我先来问问春春，今天你碎了吗？有点儿，有点儿。对，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挺坚持自己观点的人，算是一个挺轴的人，而且我一直认为就是说，我应该要成为我自己想成为的人，我不会因为很多东西去妥协。但是我觉得，今天老师提供给我的思维，我是不是局限了我的某一些方面？我是不是没有那个裂痕，没有让更多的光照进来？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受益匪浅的一个命题。其实你冷静的想想，我从05年见到你，到我今天坐在奇葩说的这个一席上，就咱俩，你已经让自己的生命透进很多光了，真的。揭晓结果之前，我也说过我的想法。我并没有准备煽情。你要站在哪儿啊？啊，站哪儿就在这儿，没有，我只是准备像马东那样，找一个那种特别感人的开头，然后念广告。是真的，我本来有一些感想，但是真的，罗老师刚才那番话一下就，真的是让我刚才看了一眼马建岳，然后我突然用嘴型跟他说，我说听他的话我好难过，马建岳也点头，就是那种，就是面对成长的。每个人都会有无奈嘛，甚至有恐惧。但是罗老师刚才说到最后，真的是让我觉得特别，心里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有安全感。后来我突然想，我40多岁，我在马建岳身上找这个感。
我真的是一个把自己保护得太好的人。我说我念旧，我长情，但其实我一直在我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上，做着20年不变的事情。来奇葩说真的是我觉得学到特别多东西，所以我特别感谢。我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学着马东念广告，我念得特别不好。中间大家注意到有一段我交给马老师，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这么爱这个节目，我必须让喜欢这个节目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比如说你喜欢马东念广告，那就让马东来念。所以这一季有很多时候是马老师在帮我讲，其实这是议长的工作。所以最后一次让我深情的来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好不好？哦，这也卖得出去。那哥们儿，我就不说那个名字，你可以多细长一点来。谢谢咸鱼。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所以呢，这一季我玩的这么大，我们大家都值得今天晚上庆功的时候多喝一点美年达。也记得用吃嗨了喝嗨了不如看嗨了的爱奇艺 VIP 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同时要告诉大家，我们下一季的奇葩大会的选角已经启动了。如果想要来到这个场合，而且是坐在上边，不是坐在下边，那么就赶快来报名。不管你是不是真的那么会辩论，只要你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屏幕下方是我们的参与方式。那接下来我们来宣布，最后到底是导师胜还是奇葩之王胜？来，请看。哎，真是我跟你说，你们老是瞧不起人。我真的摇滚圈很热门，好多姑娘喜欢我，你们总是不相信。我这2年觉得活得不刺激。奇葩大会是一次冒险，有未知，还有各种可能性，还有意思。刺激还是安全感？我就去刺激一把，我觉得刺激更重要。安迪沃霍不是说过吗？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10分钟的超级明星。可能奇葩大会这就是你的这个机会。等有一天你年龄大了，你想起来你年轻的时候做过的这个冒险，你绝不会后悔。接下来要颁奖了，真的，真有奖啊！真的奖，这个奖看完之后，我们正方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好不好？来，请米兔来为我们的4位导师颁发奖品。每位导师得到一把刀，意思是就你们会刀逼刀。来跟我们的米兔合影，来我们的导师还有我们2排的朋友们来跟导师、跟米兔合影。本期最后一次，拿着我亲爱的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小米独家冠名播出《奇葩说》第4季就是这样，下一季再见。之前只是在这个网络上看过《奇葩说》的节目，当然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思考的过程、观点、多元的一些言论，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会对我有一些新的启发。对我来说，我觉得启发最大的是最后一个话题，然后罗老师的观点，他会带给我很多新的思考，有一种打鸡血的感觉。我很喜欢今天最后这期的这种方式，我希望以后每一期都是导师对4位奇葩，累死他们。这一季节目录完，欠这么多人情，我就把这张纸念一下哈。但确实是这上面提到的好多人是给了我们特别多的帮助的。这《奇葩说》第4季，除了感谢爱奇艺平台给我们和我们心爱的赞助商的大力支持之外，有好多小伙伴给了我们特别多的帮助。感谢打广告仅次于我的咪蒙，感谢看了就能脱单的晚安少年，
感谢很大很大不能更大的一路向北。感谢你们对奇葩说的支持，以及独立于电影《单身狗》、徐伟伟、禅创意、有树光及蓝小姐和黄小姐。由衷感谢大家！叹号。加粗为标准文案，不能修改，其他的为参考文案可调整。谢谢。关注微信公众号东七门，东七门共赴有趣的高潮，共赴有趣的高潮，治愈成年的无聊，治愈成年的无聊。东七门，上喜马拉雅听小学问，用观念提升你的未来价值。关注微信公众号东七门，讨论节目辩题，看节目未播花絮，共赴有趣的高潮。使用手机百度搜索奇葩说，说出你的辩论观点，加入奇葩说吧，说出你的辛辣观点。登录新浪微博参与奇葩说话题词讨论，加入微博奇葩辩论团，一起比比起来。泡拳泡剧泡爱豆尽在爱奇艺泡泡社区，快来关注奇葩说的爱奇艺泡泡圈子吧！来微博故事看奇葩们的日常吧。爱幻想小说，爱幻想小说，看白金骑士；爱幻想小说，看白金骑士。躺在床上，看见星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分享你对，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其实也不是什么分享，我们今天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些观念。观念其实就是一些生活中的小常识，也不是什么小常识，其实是。今天我也来教大家好好说话。新一季好好说话阵容升级了，我来了，他也来了。欢迎来到